1990年8月2日，萨达姆命令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，最终导致了美国的介入以及海湾战争的爆发。海豹突击队则是最早被部署在波斯湾的美军部队之一，这也是越南战争以来他们首次参与大规模战争。除了著名的海豹6队之外，海豹2队其实也参与了海湾战争。整场战争期间，海豹2队一直驻扎在约翰肯尼迪号航母，负责搜查波斯湾上往来的可疑船只。而在1990年9月，海豹2队就在波斯湾上展开了一场乌龙行动。大家好，我是大胖兵，今天咱们来聊聊扎努比亚号。其实不仅波斯湾船只普遍需要接受检查，整个海湾战争期间，美军共进行了近7000起拦截行动，平均每天30至40起，其中登船搜查行动共计1000起，平均每天5至10起。一个波斯湾根本承载不起这么大的搜查量。事实上，周边的阿拉伯海、阿曼湾、亚丁湾和红海全部都在进行大规模的拦截搜查。对于在中东活动的各类船只而言，搜查很快就成为了一种例行公事，大家对此都是见怪不怪。其中红海的搜查数量最大，93%的临检都发生在红海，且大多数船只相对配合，他们中绝大多数甚至都不是前往伊拉克的船只。事实上，当时几乎没有船只会驶往或驶离伊拉克和科威特，所以这项任务总体上是轻松的，甚至大多数时候根本用不上海豹2队，他们只需要在航母甲板上晒太阳就好了。直到9月4日，不轻松的时刻来临了。根据 CIA 和五角大楼军情机构的消息，在红海海域，一艘悬挂着埃及国旗的伊拉克货船将在附近海域安放水雷，以拦截联军的海上作战行动。船只名为扎努比亚号。海豹2队得到任务，夺取并控制整艘货轮，阻止其安放水雷，并且搜集相关证据，期间可能遭遇反抗。这艘货轮表面上的货物是茶叶，但是内部到底有什么，谁也不好说。得到消息后，航母立刻开始向货轮所在位置机动。抵达攻击位置后，海豹2队16名队员将会乘坐2架 SH-60海鹰直升机接近目标，随后通过绳索降落甲板，在清除船只内部威胁后，着手控制整艘货轮。进入船只后，海豹们将会分成2个行动组，分别清理船桥和船舱。行动共分为4个阶段。阶段1，2个行动小组将会从甲板出发，由2个既定方向持续推进，缓步清除威胁，控制俘虏。阶段2，确认船只威胁解除后，一组控制舰桥，同时控制舰长和船只领导层，接管船只，并且迫使船只停止行驶。2组则集中俘虏，完成搜身。阶段3，除控制俘虏的队员外，其他队员开始对船只进行深入搜索，寻找证据。阶段4，将船只和俘虏交给海岸警卫队。海豹2队确认交接完毕后撤离船只。之所以在任务简报时就如此强调俘虏问题，是因为情报显示，扎努比亚号上的大多数船员全部都是普通的海员，他们对船上究竟在发生什么根本就是一无所知。他们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，大概率也不持有任何武器，且不存在明显的政治倾向，因此这些人不应当被消灭，而是应该给予保护。但是现场不具备甄别条件，所以任何不抵抗者都应当暂时俘虏，以待后续进一步甄别。如果出现误伤甚至误杀的情况，那就是美军的丑闻了，尽量还是不要出现。同时，海豹2队还得到了很多精确海报，包括扎努比亚号的具体构造，共有几层甲板，有多少个房间，有多少个船员，船只威胁程度如何，甚至船只附近的天气情况，附近友军的支援方式和支援时间等等。理论上来说，海豹2队会乘坐海鹰直升机抵达目标地点，随后绳降进入货船。撤离方式则有2种：乘坐直升机直接撤离，或者乘坐海岸警卫队的冲锋艇撤离。除了原计划之外，还有一个针对特殊情况的紧急预案。需要快速撤离的话，就需要队员使用机载绳梯、爬梯，而不登上飞机直接撤离。因为行动会在凌晨展开，所以行动更加接近于夜间室内作战。全员都需要身着黑色作战服，头戴黑色头盔，脸部和裸露皮肤涂抹黑色油彩，并佩戴夜视仪。因为船上可能存在伊拉克军人，他们很有可能会使用化学武器，所以队员们还需要在战术背包内携带防毒面具。
因为室内作战的原因，队员们使用的武器要求更高的稳定性和精度 ，MP5 冲锋枪和西格绍尔手枪就是极佳的选择。由于船上有大量船员需要控制，队员们还需要额外携带10几个手铐以及大量的捆扎带。事实证明，这些东西后来成为了整个行动中唯一用上的东西。最开始的升降其实相对顺利，在海鹰直升机抵达船只上方后，14名队员准备进入，另有2组狙击手留在空中观察，直升机则悬停在船只上空。因为每位队员都携带了超过50公斤的装备，因此下降速度会非常快。队员们必须死死抓住绳索，并且将其控制在胸口，才能保证自己不会摔在甲板上。但是由于直升机处于盘旋状态，很容易就会遭遇攻击，且当时仅有狙击手负责掩护，所以下降速度也不能太慢。海上锁降还有一个难题，飞行员势必不熟悉黑夜和海面强风下悬停，所以位置很容易出现偏移，队员一不小心就容易锁降到海里，这非常考验飞行员的技术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因为第1名队员成功落地，直升机重量突然减少，导致飞机猛然拔高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在第1名队员锁降落地后，直升机就突然飞离了原定位置，直到几分钟后才返回原位。在这数分钟内，整艘货船上就只有那么1个队员，情况一度非常危险。当然是颅内狂响的那种危险，因为预想中的交火并未发生，所以包括率先降落的队员在内，没有任何人受伤。而在此之后，飞行员在每名队员落地后都会刻意操作直升机稍微下降一段距离，这样才保证了所有队员安全落地。而之后的行动则完全按照计划进行，一组人直接突袭剑桥驾驶室，争取控制船长，同时让货轮停止行驶；另一组则直奔船舱控制船员。预想中的交火完全没有出现，大多数船员都在宿舍和餐厅，他们完全没有防备，因为所有船员都没有武器，因此所有船员都被俘虏，没有任何人被击毙，也无人受伤。随后船员们被集中控制，但是在控制过程中并不是没有人尝试反抗，只是他们反抗的方式有些出人意料。有2名没有携带武器的船员被吓坏了，他们不愿意听从海豹的命令，其中1人拿起灭火器挥舞，不让海豹靠近，另1人则在其身旁大呼小叫。队员们用阿拉伯语命令他们放下灭火器，却遭到拒绝，于是怀疑灭火器内有化学武器，队员们还戴上了防毒面具。可是恰恰因为无法确定灭火器到底是不是真的，队员也没有选择开枪，一时间众人就僵持住了。由于海豹们掌握的阿拉伯语有限，除了命令蹲下、停止抵抗这些有限的词汇外，也无法进行更深入的沟通，所以双方就是鸡同鸭讲。最后当海豹试图用枪指向对方后，船员突然陷入疯狂，将灭火器砸向海豹们，海豹则立刻冲上去用枪对准船员的脑袋，并且将其按在墙上，迫使其就范。另1名赤手空拳的船员冲上来帮忙，结果被海豹一拳干翻，2人就这样被制服，随后被带去和其他俘虏集中。这也是整个行动中唯一像样的抵抗。剑桥这边的情况则更加简单一些，在船长的命令下，所有船员直接就地投降，无条件服从海豹们的安排。随后海豹宣布暂时接管船只，命令船长暂停航行，随后开始审问船长和大副等管理层，试图问出水雷的信息。部分队员开始检查航行日志，确认相关证据。随后海豹们把船只从里到外搜索了2个小时，然而却一无所获。天亮后，海岸警卫队开始接管船只，海豹则最后一次清点俘虏，却发现少了1位船员，其他人都不知道他跑到了哪里。最后海豹们在发动机舱找到了这个人，他什么也没有做，只是因为太害怕躲了起来，被发现时他已经因为生理性恐惧而语无伦次，甚至尿了裤子。与此同时，因为少了1名船员，控制区的海豹们都非常紧张。这个时候突然有1名船员将手伸入外套内，看上去就像是要掏枪，海豹立刻打开枪支保险，枪口对准船员，随时准备开枪。狙击手也瞄准了此人，结果船员掏出来一个烟盒，随后指挥官找到了1位会说英语的船员，让他转达一项新命令，不要用手掏衣服里的东西，搞得大家都很紧张。直到最后，海豹们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，船长和船员们也没有吐露关于水雷的任何信息，整个行动被证明完全是乌龙行动，情报出问题了。
海豹们也提前返回航母，这艘船也不是空船。事实证明，船上确实载着1000吨优质茶叶，产地斯里兰卡科伦坡。但是美国海岸警卫队肯定不会允许船只前往伊拉克。船长或许是因为民族主义情绪，也或许是因为无法把货物拉到目的地，就必须支付违约金什么的。总之表现得相当的激动，执意要求按照原计划航行前往伊拉克。但是由于船只已经被海岸警卫队完全接管，船长也无力回天。扎努比亚号就这样被送去美军控制的港口。或许是因为是乌龙行动的原因，关于这起事件的记录并不多，这也是海豹罕见的丢人时刻。好了，故事就到这儿了，我是大胖兵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